徐红豆，我都快爱上你了。阿瑶一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，可红豆却把他当成了笑话，而阿瑶还不以为然的在那里傻笑。就在红豆不知道怎么打开这尴尬的局面时，窗外顾客的孩子突然哭了，红豆便借机离开这尴尬的地方，出去哄起了小孩。这时阿瑶的眼睛一直盯着红豆看，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爱意。妹妹小春知道阿瑶的心思，便提醒阿瑶，这红豆的租期不到2个月了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是想提醒你，你别真爱上人家了，人家是要走的。阿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顽皮的用一个手势和妹妹打马虎眼，随后又满脸宠溺的看着红豆。自从红豆答应要帮忙管理咖啡馆以后，阿瑶便和红豆形影不离，就连红豆吃冰棍弄到了手上，阿瑶都细心的照顾，没有纸巾就用自己的衣服给红豆擦手。怎料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邻家大哥看到，随后就把他们的绯闻传到了村里，就连阿奶也成了他们的吃瓜群众。阿奶让阿瑶给自己交个实底，是不是对红豆有意思？而阿瑶还死鸭子嘴硬拒不承认。你别想太多了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就是觉得他吧，人挺好，也挺善良的。但是呢，人家过阵子就回去了，啊，你别想东想西的。这天红豆来到马场看小马，他们俩聊天时突然聊到人生的坎坷和伤痛，阿瑶就以为红豆是因为失恋才来到大理散心，他安慰道说时间可以解决一切，时间会带走一切，也会治愈一切。最无情的就是时间，最温柔的也是时间。唉，真是，都快1年了。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，1年啊，其实挺久的。像昨天的事儿。你这么爱他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跟你讲过。我这点眼力见还没有吗？不就是失恋了吗？所以你说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，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，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啊？还辞职？是同事吧？啊，为什么他不辞职啊？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的都对，他就是我今生挚爱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。不听。阿瑶还要继续劝他，可红豆不想听他唠叨，就起身离开马场。临走时，阿瑶邀请红豆晚上来家里吃饭，红豆也爽快地答应了。晚上两人在厨房里一起做饭，有说有笑，打打闹闹的，好像一对情侣。第二天，镇上的人就开始对红豆和阿瑶议论纷纷，说红豆就是未来的咖啡馆老板娘。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，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，传得跟真的似的，再传下去，孩子都要拜满月酒了吧？村里还不都是这样？今天说你家，明天说他家，听风就是雨，一句话传来传去，再添油加醋，早变味儿了。孩子们都去小院看你了，多好的辟谣机会，你怎么不解释啊？我解释什么呀？我一解释，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之前阿远冤枉你的时候，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？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，你又不解释。我解释什么呀？我过阵子不就走了吗？阿瑶一听到红豆过阵子要走了，心里就有莫名的失落感，于是就拿起旁边的饮料喝起了闷酒。红豆看出了不对劲，但是也没有理会，装作无所谓的态度。这时红豆的好朋友娜娜和大麦来了。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瑶结婚啊，在我这儿吃烧烤免单啊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我都不免单，你给他免单？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管好你自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我不去店里了。为什么？玩儿。跟谁啊？他俩。明天我也休息。你家大麦老是宅在屋里，谁叫都叫不出来。现在好不容易主动提出想要一起出来玩，我们当然要满足他了。
玩吧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三姊妹在古城玩得不亦乐乎，甚至来到了镇上的酒吧，惬意的喝着酒，听着胡有余唱歌，直到听到生日快乐歌，大麦这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红豆和娜娜给她准备的生日惊喜。一向不喜欢社交的大麦，瞬间感受到了拥有朋友的快乐，四人举杯相互庆祝，就这样愉快的在酒吧度过了一下午。接着听到娜娜唱的《再回首》，不由得勾起了红豆的美好回忆，那是她和今生挚爱在一起的时光。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去世了。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熊的，上车。在一个阁楼这里，我跟你说，在一个上车里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话都说不到一起去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一个月赚1万。他说，那你写网文赚多少？说，我说我也赚1万呀。你知道然后他说什么吗？娜娜，他说给电话把安全带系上。把你的账户给我。你来进熊的，把安全带系上。把我的账户给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给他？安全带系上。这就离谱吗？哎呦呦呦，嘿嘿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你们没发现许红豆也喝多了吗？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。还没有到那种地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就是熟悉一下，聊一聊，顶多做个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让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。我为什么要搬到他那里？他把他的衣柜折出来一半给我，让我放衣服。我跟他不熟，哎，我为什么要搬到他那里？我都跟他不熟，好不好？这个天必须要给我下雨，这一年到头都给我下雨，听到了吗？胡老师，我后座有个毛绒玩具，你递我一下。好。哎呀，你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小葫芦落下的。我就喜欢像你这样普普化妆的人。觉得这样适合过日子，我就笑了呀，然后我买了一个手办，你们猜多少钱？238。多少斤吧？这么贵呢？贵吗？浅浅的买个2800的手办贵吗？就是浅浅的买了个手办。那你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呀？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？吓我一跳！你都不知道，那条熊想说跟我要分手。他跟我要奶茶钱，他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把我那个奶茶钱，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付钱。当然啦，但是我跟他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。后来我爸就逼着我出去跑步，然后劝我找工作。第二天，红豆来村里的仓库帮忙，娘娘们就开始八卦他们俩，直接问阿瑶红豆是不是他女朋友。她是老板娘。承认了吧，老板娘。阿瑶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之前怎么解释大家都不相信，索性他就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。这天，阿瑶的阿爸从城里回来，一早阿爸要去打水时，就看到阿瑶正在看着红豆傻笑。阿爸也很好奇的走了过来，和儿子一起看了起来。阿爸的出现还把阿瑶吓了一跳。阿爸，打水去。啊。阿爸还是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女孩让儿子看得这么入神。阿瑶赶紧解释，红豆只是小院的一个租客。阿爸没有说什么，转身就去打水。中午，红豆和阿瑶在村口来街拍宣传片的人时，看到胡子的爸妈要去城里打工，胡子哭着追过来，不想让妈妈走，可是为了生活，妈妈还是上车离开了。看着伤心的胡子，阿瑶对红豆说：“你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吗？这就是原因。”说完，阿瑶就下车抱起来了胡子哄他。红豆这才知道阿瑶是这么一个有爱心的人。下午，阿瑶的阿爸来到小院找到红豆，阿爸知道阿瑶喜欢红豆，还非常听红豆的话，就想让红豆劝劝阿瑶不要在家乡创业了，因为阿瑶为了创业已经投入了所有积蓄，又贷了很多款。阿爸还是想让阿瑶去北京发展，红豆便给阿爸分析：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。行啊，你看哈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一直在北京工作，酒店行业呢特别忙，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，
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，是吧？但是大多数的时候，还是机械的工作。你看我工作10几年，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，想着赚钱、买房、买车，是吧？这样呢，就能在北京住下来就定居了。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，在亲戚眼里，你就特成功，对吧？特优秀，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。多好啊！但是我从来没想过，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，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？比如说，你看哈，比如说我就只能活3个月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？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？我想干什么？这些我没想过，我不知道，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但是阿瑶和星星不一样，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，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，我就特别羡慕，特别佩服他们。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，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，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，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。更远的地方，那是哪嘛？那不就北京吗？那还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？有啊，那3年5年、10年8年后的云苗村呢？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、为了赚钱啊辛苦的出去，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。离开的人哪能回来？能啊，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。一起建设守护家乡，是不是？那所有人都能够壮有所用。红豆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把阿爸说的心服口服。此时的阿瑶也正好站在墙外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红豆的话让阿瑶更加喜欢他了。第2天阿爸离开时，他一反常态，不再反对阿瑶创业，反而嘱咐阿瑶好好干，送走阿爸。阿瑶来到咖啡馆，看到红豆，他就又犯起了花痴。红豆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还撒谎说自己是路过，从来不喝咖啡的他，竟然还让红豆为他冲杯咖啡。也不是不喝咖啡，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。他就是故意的。那我给你来杯手冲。哟，这么厉害，都会手冲啊？我教的，这我师傅。啊。说完，红豆就认真地磨起了咖啡豆。阿瑶则看着红豆一直傻笑，把红豆笑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随后，阿瑶竟然上了手，帮红豆一起磨起了咖啡豆。2人的举动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，这样的时光才刚好。